我这一生命运多舛，少时在家当牛做马，出嫁后又死了相公，从此在夫家继续当牛做马。最骄傲的是，便是在相公死后，一个人撑起一个家，将相公留下的3个孩子养大，并送他们一个个出嫁娶妻。可是临到头来，我的孩子们一个个都恨我，嫌弃我是一个累赘，在灾难来临时将我抛弃。老大恨我阻拦他过上好日子，由他去吧。老二非要倒贴穷书生，恋爱脑没得治，活该他挖野菜。老三喜欢躲在姐姐背后享福，那么姐姐有难何该你替她受着。每个人都应该为自己的人生负责，重来一世，我选择尊重他人命运，只为自己而活。老太太，我不当牛做马了。娘，您年纪大了，就把活的希望留给孩子吧。小儿子吴洪才说这句话时一脸愧疚，低垂着眉眼不敢看我。他轻飘飘的一句话便决定了我的命运，将我独自一人留在家中。这是天启2年的10月，本该是收获的日子，然而因为年年大旱，地里的庄稼颗粒无收，小河村的村民们没有办法，纷纷决定逃荒。我理解他，在闹饥荒的年月里，抛弃一些无用的累赘是最好的做法。可我仍旧寒心，我不敢相信眼前这个狼心狗肺的白眼狼是我的孩子。耳旁是小儿媳赵氏讥诮的声音：老太太，你也不要怪我们狠心，你也知道这饥荒这么严重，我们实在是养不活多余的人。我的目光四下移动，想要寻求支持，却见我一手养大的孩子们站得离我远远的，他们眼神冷漠，仿佛在看无关紧要的陌生人。似乎察觉到我的目光，有人眼神羞愧，也有人看着我眼含恨意。我仔细端详，确认自己没有看错，心中无端苍凉。原来我做了这么多，他们竟是恨我的吗？心中的郁结无以言表。我接受了自己被抛弃的事实，我没有再说话，默默地看着孩子们翻箱倒柜。我这一生命运多舛，少时在家当牛做马，出嫁后好不容易过上一段好日子，又死了相公，从此在夫家继续当牛做马。最骄傲的是，便是在相公死后，一个人撑起一个家，将相公留下的3个孩子养大，并送他们一个个出嫁娶妻。临到最小的一个孩子娶妻了，我自认为自己功成身退，也该享受一下天伦之乐，却发现自己已经没了用处，成了孩子们人人厌弃的没用的老东西。出嫁的女儿对我心有怨恨，儿媳妇又觉得我是恶婆婆多管闲事，而我辛苦养大的儿子只敢躲在媳妇的后面唯唯诺诺。我勤勤恳恳的一生，到老来竟只是感动了自己。最后一点余粮被搜刮出来，赵氏还不满意，竟想要上来搜我的身。这老东西抠门得很，身上肯定还有好东西。我气急，抓起身旁的陶碗向他身上砸去。滚！你给我滚出去！吴洪才也连忙抓紧媳妇的手，脸上有几分羞红。平儿，给咱娘留点体面吧。说着，他拉着嘴里骂骂咧咧的孙氏朝外走去。临到门前，他突然转身，面对着我匍匐在地，做足了孝子的模样。娘，儿子不孝，请您原谅。我闭上双眼，不愿看这虚伪的一幕，只是无力的摆摆手。走吧，都走吧，走得远远的，永远也不要回来。我没想过自己还能活，睁开眼时入目的是熟悉的破茅草屋，耳边有小孩呜呜的哭声。我细细回想许久，才想起自己回到了相公心丧的时候。上一世我在后娘手下讨生活，吃了不少苦头。后来为了给弟弟娶妻，我爹把我卖给死了媳妇的苏夫做虚衔，这才勉强过上一段好日子。只要认真干活，就不会无缘无故挨打，每天都能吃饱饭，这是我从来不敢想象的生活。可惜好景不长，新婚1个月，相公上山砍柴时遇上了野猪，惊慌失措下摔下斜坡，抬回来时已是出气多进气少，没熬2天他便去了。我悲痛欲绝，不知是如何度过这段日子的，却还是不得不强撑自己鼓起劲来，为了几个孩子的未来做打算。上一世的我掏心掏肺，为了几个不是自己亲生的孩子殚精竭虑。那时我想着，我在后娘的手里吃够了苦头，现在自己当后娘，总要让几个孩子过得好好的。可是结果呢？我就好像一个彻头彻尾的笑话，换来的只是孩子们怨恨。我忙忙碌碌一生，一辈子条条框框，为家人，为相公，为孩子，却从未为自己而活。如今重来一次，我只想过好自己的日子。耳边仍旧传来断断续续的哭声，我偏头看去，但见3个小的抽抽啼啼，哭得比死了爹还惨。也不知是哭他们的爹，还是在哭未来未知的命运。我轻咳一声，坐起身来。娘，你醒了。老二吴小菊激动地扑上来，他平日里最是机灵，这时候反应也最为迅速。其他2人因他的动作也迅速反应过来，齐齐围了上来，看着我的眼神既害怕又可怜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如同前世一般说道：别怕，有娘在，娘一定会抚养你们长大。只是这一次我不会再犯傻了，因为我的承诺。几个孩子肉眼可见的高兴起来，吴洪才更是高兴的一把搂住我的腿，口里唤着：娘，我饿了，快做吃的。闻言，我虚弱的抚住额头，哀哀道：哎呦，娘的头好疼啊！莲花，要不今天你做饭吧？没有得到预期的结果，几人皆是一愣，
性子急的老大吴莲花更是直愣愣道：凭什么？是啊，凭什么？我嫁给相公时才17岁，而他留下的几个孩子，最大的老大已经13岁，仅仅比我小4岁，凭什么就该由我来撑起这个家呢？凭他们叫我一声便宜娘亲吗？我没有就这个话题深入，只是抚着额头，一声声的叹息。哎呦，我头疼。我不搭理他，吴莲花反倒来劲了，她突然嚎啕大哭，嘴里喊着爹死了，娘就虐待我们，就跑了出去。我老神在在看着她的背影，一边吩咐老二吴小菊给我倒水，一边心中思量着这次会是谁先上门来呢？是我那卖了我还不放过我的亲爹，还是我那强势的婆母？不管是谁，这一世我只为自己而活，也不需要我多想。不一会儿的功夫，小小的院子里就挤满了人，爹和婆母都来了，后面跟着看戏的村民。婆母一上来便要薅我的头发，嘴里骂骂咧咧：好你个小贱人，你可是我家吴成花10两银子买来的媳妇儿，你男人的尸体还没凉透呢，就敢虐待他的孩子，你反了天了。爹爹站在一旁，看我的眼神满是失望，似乎在说：我没有你这样的女儿。我一边躲避婆母的攻击，一边哭哭啼啼，做足了柔弱的姿态。娘，我没有虐待他。我的躲闪更激发了婆母的怒气，她扯过一旁看戏的吴莲花，粗糙的大手捏在小孩身上，也不顾孩子疼得直哆嗦。你没虐待他，那为什么莲花说你虐待他？小孩子还会撒谎不成？说着，她把吴莲花推到人前。莲花，你说是不是你娘虐待你了？吴莲花咋一被推到人前，整个人脸都红透了。她低垂着头，不敢直视我的眼睛，小声说道：娘欺负我了。婆母脸上露出得意的表情，她张口想要说什么，却被我凄厉的叫声打断。娘，你真的误会我了。相公对我那么好，他死了，我恨不得能与他同去，我怎么忍心苛待他的孩子呢？这一番剖白可谓是情真意切，原本看热闹的村民们脸上露出赞同的神色，明显是偏向我了这一边。我趁热打铁，用失望的眼神看着吴莲花。莲花，若是娘身体好，娘也不会要你做饭，实在是娘心里难受。周围哗然一惊，谁也没想到闹这么大的动静，竟只是因为当娘的让闺女做个饭。当即就有人小声说道：我当什么事呢？不就是做个饭？我们乡下的女子哪个不是几岁就开始学做饭？真当自己是城里的千金大小姐不成？这话虽然小声，可众人离得这么近，都听见了。婆母的脸上青紫交错，又羞又怒，她不好朝我发火，于是将气撒在吴莲花身上。死丫头，小小年纪就学会撒谎了，你看我怎么教训你！响亮的巴掌拍在小孩的身上，疼得吴莲花撕心裂肺的哭喊。事情到了这一步，便没什么好看的了。谁家还没打过孩子？众人纷纷散去。我倚着柱子看了一会儿好戏，这才作势拦他。娘，别打了，打坏了该没人干活了。瞧瞧，我是多么善良的好后娘呀！婆母本就不想摊上几个拖油瓶，闻言立刻住手，叮嘱了几句要好好抚养孩子们，便脚底抹油溜走了。我看着一旁还未走的我爹，问道：爹啊，您是知道我家日子难过，想要帮衬帮衬我吗？我爹脸上神色一僵，丢下一句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，没事别回娘家，也走了。我看着他落荒而逃的背影，无奈摊手，这才有时间收拾几个小的。大概是我变脸的速度太快，刚才还一脸柔弱，此刻就变得面无表情。几个小的被吓得一愣。吴莲花本还在啜泣，此刻也停下来。我满意点头，问：还做吗？几人齐齐摇头。我又问：以后听话吗？这次几人用力点头。我笑了，摸摸小孩狗头，乖，做饭去吧。院子里安静下来，门外突然传来小声的呼唤：柳春花在吗？我转头看去，便见有人自门后探出头来，那人形容鬼祟，尖嘴猴腮，此刻正讨好的看着我。我看着来人，思索许久，熟悉的记忆映入脑海，脸上挂出一个热切的微笑。我轻声询问：是孙婶啊，你有什么事儿吗？对于孙婶这人，我的记忆已不怎么深刻。之所以记得他，是因为我想起来一件几年后会发生的命案来，也是因为孙婶的到来，我才从久远的记忆中找到一点大概值得莲花恨我的原因。上一世没有闹出今天这一幕，孙婶是在家里揭不开锅石上的门，目的很简单，就是讨老大当他家的童养媳，但是要求吴莲花从此和家里断亲，从此老死不相往来。作为代价，孙家愿意给家里200斤粮食，解家里燃眉之急。那一世我没有答应，一则是私心里不想让人说我苛待妓女，再则是觉得孙家的要求太过奇怪，让我有些不安。出于对妓女的关心，我拒绝了孙家的请求，却不知吴莲花从哪里知道了这个消息，跟我大闹起来，觉得我阻挡她过上好日子。及至后来，孙家突然暴富，花了50两银子做聘礼，
娶了个镇里的姑娘做儿媳。吴莲花更是恨上了我。那时她已经在我的安排下嫁给了同村的屠夫，也算是村里的富户，家里3天2头都能见到油星。只是两相对比之下，自然还是去孙家当有人伺候的少奶奶比较舒服。吴莲花为此3天2头跟我闹，说她差点就成了有钱人家的少奶奶，都是我害的她，还说我果然是个扫把星，当初害死了她爹，如今又来害她。我心中有愧，也便由得她闹。每次她闹完，我都要送上许多好东西给她婆家，免得她相公心里膈应。再后来，村里突然发生了一件大事，孙家的儿子死了，孙父孙母就这一个独苗苗。如今儿子死了，孙母当场发疯，恨不得活剐了儿媳，被村长拦住报了官。后来我们才知道，原来孙家这个小儿子从小性格古怪，暴躁易怒，生起气来连亲娘都打。孙母为了方便儿子出气，这才想找个没有依靠的童养媳。孙家儿媳嫁进来后，人前风光，身上却从来没有一块好肉，只得打落牙齿活血吞。及至上个月，孙家儿子情绪激动下打人，竟害得儿媳流产了。儿媳父母上门说理，也被儿子活活打死。孙家花钱走动了关系，此事便不了了之。于是儿媳悲愤之下，便做出这样的事来。当时的儿媳早已心存死志，说出孙家的真面目，便跳河自尽了。吴莲花得知这件事情，心中十分惊惧，再不提我当年破坏她的好事。我以为此事便就此终止，现在想来，她大概还是恨我的吧。也许是回想的久了，脑海中的记忆中愈发清晰，我渐渐的又想起了另一件事。大约3、5年后，我们家的情况逐渐好转起来，我准备给二女儿小菊招亲，对象我都想好了。如今家里稍稍富裕，我想给小菊找个城里的婆家，也让她从此不用在地里刨食。可惜吴小菊小时候聪明，长大后却是个恋爱脑，死活要嫁给一个穷书生。不用说，准是因为我棒打鸳鸯，这丫头从此便怨上我了。想到还有个自私自利的小儿子，我轻叹一口气，不愿多想我上辈子到底是造了什么孽。幸好这辈子我要做个恶毒的后娘。孙氏果然是来说亲的，我与他寒暄了一会儿，很快便没了耐心，长话短说道：“婶子，您今天过来是有什么事儿吗？”说着，做出送客的样子。孙氏一下子急了眼，也顾不得别的，连忙说明了来意。这一次家里没到山穷水尽的时候，孙氏说话也就留有几分余地，也不提要莲花与家里断亲的事，只说相中了莲花，想娶她做儿媳。春花，我是真喜欢莲花这丫头，舍不得她吃苦头，否则也不会在这个节骨眼找上门来。她局促地捏着衣角，端地是副老实巴交的模样。今日是我唐突了，成与不成，你给个准话呗。若不是我前世看过她癫狂的模样，还真要被她这副样子给骗了。可不唐突吗？当老子的尸体还没凉透呢，就来求娶人家姑娘。我似笑非笑看着她的表演，只待她演完了，这才一抹眼角，愁苦道：“婶子，不是我不愿给您准话，实在是这后娘难做啊。”孙氏附和的点头应是：“是，难为你了。”一番你来我往，一方有心讨好之下，我们的谈话十分愉快。心情愉悦之下，我十分大方的给她指了条明路：“婶子，今天上午的事你也看到了，莲花这丫头心里面有成算，她的婚事我做不了主，你要是真有心，不如去问问莲花自己的意思。我自然不会应下这件婚事，留下苛待妓女的把柄，但人家自己答应下的婚事，可就怨不得我了。至于莲花会不同意，我从未考虑过第二种可能。”孙氏是个精明的，听了我的话很是上道，是该这样，总得让人家玩满意不是？孙氏来时躲躲藏藏，活像是干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，走的时候昂首挺胸，阔步从大门迈出。第二天一大早，孙氏便星号方方上门来说是要上镇上买点东西，邀莲花与他同行。吴莲花许是从哪里听到了风声，天没亮便在屋里折腾，等到吃早饭时才从房间出来。我冷眼看着两人说说笑笑离开，转身吩咐2个小的开始干活，打猪草、捡柴火这种活计吴小菊是做惯了的，本还有几分不甘不愿，听说做不好没有饭吃，立马就行动起来。吴红才没动，他去了眼我的神色，突然小声开口道：“娘，您是不是讨厌我们？为什么会这么觉得？”我不奇怪他能察觉出问题，几个孩子里面，明面上看老大性子急躁，老二最是机敏，老三慢吞吞，脾气最好。只有我这个带大他们的人才知道，3人里最聪明的便是老三，平日里不声不响，其实总是藏在姐姐们的背后拿主意。现在想来，也活该我前世吃了这白眼狼的亏。前世我便察觉到小儿子骨子里的自私，只是没放在心上，想着孩子长大了就好了。谁能想到这孩子自私惯了，小时候躲在姐姐们背后，长大后躲在媳妇身后，万事让女人出头，好事全让她占完了。听到我的反问，吴红才犹豫许久才道：“我总觉得孙婶子不安好心。”惊人的直觉，我心中为他鼓掌，面上却迟疑道：“是吗？我觉得他人挺好的呀。”不待他再提问，我将人提溜到已经准备好的小菊身边。好了，你们该出发了，记住了，不完成任务就没有饭吃。拖油瓶全部打发走了，我才有时间享受难得的自由。也许是我前世操心惯了，这会儿儿子空闲下来，
我去哪都不习惯，绕着家里走了一圈，实在是找不到什么活干。我想了想，记起房中还有几块未绣完的帕子，于是找了个阳光充裕的角落，开始绣帕子。说起来，我能在相公死后靠自己养活这一大家子，还多亏了我女工不错，说不上多么技艺高超，养家糊口不成问题。只有一点不好，就是太费眼睛。前世我为了这个家，为了送吴洪才上私塾，日日点灯熬油的工作，差点熬瞎一双眼睛，一到晚上变成了半个瞎子。今生我只需管好自己，倒是不用如此拼命，全当打发时间了。下午的时候，2个小的回来了。吴小菊还好，吴洪才这个从未干过活的，此刻已经累得脱形。两小只看了我一眼，眼里闪过幽怨，但有了昨天的经历，并不敢抱怨。两人对视一眼，吴小菊开口说道：“娘，我们回来了。中午的饭谁来做呀？”往日的饭都是吴莲花来做，吴小菊打下手。后来后娘嫁过来了，两人就再也没有做过。今天大姐不在，是不是？吴小菊心中思量着。我懒洋洋看她一眼，一眼拆穿她的小算计。当然是你来做。说完，我摇了摇头，语气不耐。行了，别跟我耍心眼，饭做不好就不用吃了。饭是不可能不吃的，家中清贫，除了农忙时，每日只有2顿食物，下午不让吃，他就得饿一晚上的肚子。吴小菊即便有再多的不满，也不敢再多说，放下篓子便往厨房走去。身后一身狼狈的吴洪才放下手中东西，便要往房间走去。站住！我叫住他，声音不变喜怒，烧火去。吴洪才不甘不愿转身，娘，我还要复习功课，倒显得我是个多么不明事理的老太太。我冷笑一声，平日里不见你如此用功，现在倒是勤快了。迎着吴洪才羞红的脸色，我下出最后通牒，还不快去？胳膊总还是拧不过大腿的。吴洪才挣扎一番，最终还是进了厨房。我隐约听见小厨房中传出小菊幸灾乐祸的声音，微眯着眼，只当没有听见。不知道莲花什么时候回来呢？1日未见，我还有些想她了呢。吴莲花是在晚饭后回来的。彼时吴小菊正在洗碗，我抓了一把花生，坐在院子里监督吴洪才劈柴。吴莲花便是在这时回来的。出门时她身上穿着一套洗得发白的衣裳，回来时已经换上一身簇新的襦裙，手里还挎着一个包袱，里面似乎装了不少东西。孙婶站在一旁，满意的上下打量，一张老脸上咧开一个高兴的笑容，几乎要把牙花子露出来。见到我，吴莲花似乎是有了底气，骄傲地昂着头。我视线瞥过墙头屋后那探头探脑的人影，一秒挂上亲切的微笑。是莲花回来了，快过来，娘给你留了饭。吴莲花只当我这个后娘是看她有了利用价值，才如此卑躬屈膝，愈发看不上我。她扭过头，看也不看我，气势汹汹往屋里走。路过我时，她动作不停，将我撞了一个趔趄。我眼中划过暗色，面上却越发柔弱，面向孙婶道：“婶子见笑了，您进来坐坐。”孙婶似乎没有发现我的难堪，闻言道：“不麻烦春花，我这便回了。”说完，便向着门外走去。我目送着她一边走一边与身旁的妇人说着什么，慢慢远去。转身已恢复面无表情。院子里两小吃饭也忘了吃，围着吴莲花嘴里时不时发出一声惊呼。我走近，正好看见吴莲花炫耀着手腕上的银镯子。我观那镯子的大小，起码也要2两银子，内心暗叹一声，这孙家好大的手笔。见着我，吴莲花脸上的笑容落了下去。我无视她的视线，口中招呼2个小的吃饭。慢着！却见吴莲花从包袱中掏出一个油纸包。小菊，洪才，咱们今天吃酥饼，这可是孙婶子给我在糕点铺子买的，20文1斤呢。说完，他得意洋洋地看着我，也许他是在向我宣示着什么吧。可惜2个小的左右看了一眼，犹豫几秒，虽然眼馋未吃过的糕点，却还是乖乖地坐了回来，端起桌上的杂粮饭。吴莲花脸上的笑容消失不见，她冷冷地看了2个小的一眼，突然宣布：“我要嫁人了，就定在下个月初9。”此言一出，本就僵硬的气氛更加冷凝。我轻笑一声，率先打破僵局：“咱们大姑娘可真是个好样的，别人家都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，我们大姑娘已经自己选好婆家了。”吴莲花脸上闪过难堪，很快又消失。她嘴硬道：“不然留下来让你搓磨吗？早就知道家里几个是没良心的。”听到这话，我还是有几分心凉。正如村民们所说，这农家女子哪个不是小小年纪便学着做饭，帮家里分担家务？怎的我让她做个饭，便是搓磨她了呢？有这样的心性，无怪乎前世她会因为一点小事便对我恨之入骨了。我不再多言，只是道：“你要是想好了，便自己去跟你奶奶说吧。亲爹前脚下葬，这女儿后脚便要出嫁，这戳脊梁骨的事情，我可不背锅。”也不知道吴莲花怎么跟老太太说的，老太太满口同意了吴莲花的要求。初9一到，便高高兴兴地送人出门。一片热闹祥和的氛围里，有人悄悄议论：这老太太真是见钱眼开，小儿子才刚走呢，就迫不及待要把孙女儿嫁人。有人注意到我，于是八卦道：“我说春花，你这当娘的，怎么也不阻止一下？”我只是失落的摇头，低声道：“哎，后娘难当啊。”后面的全靠众人脑补。村民们也想到了村里的八卦，
吴莲花似乎出嫁前便和孙家婶子走得很近，一瞬间理解地点点头，难为你了。我淡笑不言。3日后，心腹回门，吴莲花趾高气昂地跨进家门，孙家小子跟在后面，手里提着2只大公鸡，做足了好丈夫的姿态。2个小的看着大姐姐这气派的模样，眼里都有几分羡慕。吴小菊更是双手托腮，满怀憧憬。然而我看着吴莲花时不时僵硬的动作，心知她怕是被折腾得不轻。可是这又和我有什么关系呢？我只做不知，让2个小的忙活起来，好好招待他们姐姐。等招待完这最后一顿饭，我也算是甩掉一个大麻烦。从此吴莲花自有自己的日子，与我无干。一想到这儿，我的心情便十分不错，因此就连吴莲花的挑衅也没有看在眼里。饭后，我亲自送2人出门。临走时，吴莲花看着我，嘴唇微微翕动，似乎想要说些什么，然而她最终也没有开口，也许是为了维护她那可怜的自尊吧。此后月余，生活慢慢步上正轨。为了养家，我循着前世得到的方子，开了一家豆腐店。我只负责看店面，家里2个小的我也没有亏待，只叫2人做些捡豆子、烧柴火的活计。至于磨豆子这种苦活，我另找了个村里的孤儿来做。这日，我正在店里卖豆腐，忽然有2人急急跑来，见到我，其中一人焦急道：“春花，快和我回去，你家小菊晕倒了。”吴小菊晕倒了，我心中一惊，前世可没有发生这样的事，于是也将摊子托付给同村的村民，自己跟着赶了回去。到家里时，吴小菊已经醒了，身旁坐着村里的大夫。见到我，老大夫眉头一皱，劈头盖脸便是一顿骂：“有你这么当娘的吗？孩子这是多久没吃饱饭了？没吃饱饭？我可没亏待2个小的，是吴小菊在搞鬼，还是其中有什么缘由？”我暗自思忖，面上却弱弱说道：“大夫，您说的是，都是我这个做娘的不好。”等送走大夫，我瞥了吴小菊一眼，吩咐道：“老三，还不给你姐做点吃的去。”说完，我转身朝着屋外走去，总觉得这妮子最近不太对劲。我不动声色朝着屋外走去。破旧的茅草屋本就建在村子一角，此刻所有人散去，那躲在角落里迟迟不肯离去的身影便显得格外明显。我瞧着那自以为藏得很好的身影，在脑海中仔细思量了一下，才从脑海中找到这人的身份。杜子恒，原来是他。只一瞬，我便猜到了吴小菊晕倒的真正原因。说起杜子恒这人，在村里也算是个名人。杜子恒的老娘是村里的寡妇，年纪轻轻就死了丈夫。在这之后，这位俏寡妇的家里的东西便老是坏，引得村里的男人们隔3差5上门帮忙。怎么偏偏她家的东西老是坏？懂的都懂，这还不算什么，偏就在丈夫死后的第2年，这位寡妇竟然老蚌生珠。有人来问，她就说这是丈夫留给她的遗腹子，难不成她还怀了个哪吒？村里人自然不信，但是寡妇的丈夫本就是个孤儿，自然也没有人多管闲事。杜子恒便这样出生了。虽然家境贫寒，但幸而有几位好叔叔十分喜爱他，日子也算是过得不错，还有钱供他读书，他也还算争气，12岁便考上了童生，也算是个不大不小的天才。我知道他，却不是因为他神童的名声，只因上一世我家这位妓女放着好好的城里人不要，死活要嫁给这个穷书生。我原本以为这2人是后来相识的，现在看来，原来他们这么早就好上了。我冷笑一声，已然想明白吴小菊厄晕的缘由，想来是上一世我对这个白眼狼太好，他日子过得太舒坦了，才有余力接济穷书生还不被我发现。这一世我痛定思痛，虽然没有苛待他，可是该让他干的活一点没少干，每日的食物更是定量。吴小菊自己的食物给了别人，每日还要干活，可不得饿晕了。明白了事情的缘由，我却没有急着揭穿他们。这杜子恒人看着不错，他家里却是个火坑。且不说他家中贫寒之事，单就他那个寡妇娘就不是个好相与的。这李寡妇自认为自己为了儿子付出良多，看儿子就跟看那心尖肉似的，控制欲极强。随着儿子一天天长大，儿子在他的眼里也逐渐从儿子变成了一个男人，一切接近他儿子的女人都被他当作攻击目标。偏生杜子恒这小子是个耳根子软的，十分听他娘的话。村里的人谁不知道这家的德行？这谁家的姑娘要是嫁给他，那真是倒了血霉，怕是得被他娘搓磨死。因此即便杜子恒是有名的神童，眼看着前途无量，村里但凡有几分疼惜女儿的人家都不同意这门亲事。上一世我不同意这门亲事，吴小菊跟我闹了许久，胳膊拧不住大腿，最终屈服了，但也因此恨上我。这一世吴小菊要上赶着倒贴，我这个当娘的难道还能阻止她不成？我看着杜子恒鬼祟的模样，知晓他是得了消息来看吴小菊的，相当识趣的给他们创造了时机。老三，给你姐送了吃的就赶紧出来，今天的任务还没有完成呢。我催促道，活像个周扒皮。吴洪才默默地看了我一眼，点点头也不说话。我眯眼看着他的背影，心中沉思，这老三最近不太对劲啊，也不知道心中在想些什么。不过也无所谓了，白眼狼的心思哪是我能猜透的呢？这边吴小菊喝了一碗粥，感觉自己终于活过来了。这时他突然听到了门外传来的一声鸟叫，顿时双眼一亮，他左右看了看没人，动作灵敏地下了床，偷偷朝着外面跑去，没有注意到身后跟了个小尾巴。
到了门外，吴小菊小声呼唤：“子恒哥哥，是你吗？”树影后出现一个人影，果然是杜子恒。只见他一脸心疼地看着吴小菊，轻轻牵过她的手：“小菊妹妹，真是辛苦你了，都是我不好，才害得你晕倒。”说完，他捂住胸口，痛惜道：“都是我不好，小菊，以后你不要再给我送东西了，我会良心不安的。”吴小菊看着杜子恒的表现十分感动，只觉得他果然没有看错人。他低垂着头，不让对方看见自己羞红的脸颊。“子恒哥哥，有你这句话，我做什么都愿意。我送你的东西都是我的一片心意，你一定要收着。”杜子恒诧异、决绝，最后坚定道：“不，小菊妹妹，我不能收你的东西。”吴小菊、子恒哥哥、小菊妹妹，两人含情脉脉，互诉衷肠，最后才依依不舍地分开。吴小菊回家时脸上还挂着羞涩的笑容，却突然被站在门后的人吓了一跳。她惊叫一声，定下心神，才发现站在面前的是熟人，不禁埋怨道：“小才，你干什么呢？吓死我了！”吴洪才面无表情，他盯着吴小菊的脸，问道：“二姐，刚才那人是谁？”闻言，吴小菊两耳通红，她扭捏道：“你都看到了，那你说我让他做你姐夫怎么样？”吴洪才一双眉头皱得死紧，脸色漆黑如墨，几乎要滴出水来。“二姐，杜子恒不是良配，你做这些有跟娘商量过吗？”吴小菊不耐烦了，她语气不耐道：“娘，你就会喊娘，你别忘了，她可不是我们亲娘，才不会在意我们的死活呢。”说到这里，她语气和缓下来，语重心长道：“小弟，你年纪还小，可千万不要被她的表面欺骗了。那女人，她就是个毒妇。”我躲在暗处，面无表情地听着吴小菊对我的编排，内心竟没有想象中难过。吴小菊说的对，我就是个恶毒的女人，所有的善心大概都在前世一点点感受死亡的痛苦中全部丢掉了吧。最终两人都没有说服对方，不欢而散。吴小菊依旧我行我素，被杜子恒哄得团团转。两人越走越近，渐渐的连村子里的其他人都知道了两人的事情。吴洪才几次三番劝阻，却反倒激起了吴小菊的反骨。两人的争吵越吵越烈，几乎要到反目成仇的地步。直到一件事情传开，几乎将这个小山村炸翻了天。孙家的儿子酒醉后打媳妇，竟然将人打流产了。而吴莲花也是个心狠的，知道孩子没了，竟然反手把丈夫的命根子剁了。这会儿孙家闹成了一团，孙母直接崩溃了，而孙父则带着孙家的亲戚浩浩汤汤地赶到了吴家。这会儿吴家两姐弟还在就杜子恒究竟是不是良配而争论呢。看到这架势，两人直接傻眼了。孙家人到了家中，什么也没说，便先将家里打砸了一通，等略微消了气，这才用质问的语气道：“吴莲花那贱人断了我老孙家的香火，说吧，你们家打算怎么补偿我？”我几乎要笑出声来。吴家那小子简直是个披着人皮的畜生，断得好，面上却唯唯诺诺。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，莲花嫁到了孙家，自然是孙家的人，一切都由您处置。娘，吴洪才不可置信地转身看我，似乎没想到我会如此狠心。这会儿他倒是重视起血脉亲情了，怎地前世不见他这般有良心？孙家对我的回答并不满意，正不知要如何处理，正好吴洪才开了口，顿时眼前一亮。只见孙老星号一凛然道：“咱们是亲家，我也不想为难你。这样吧，你家大妮断了我家的根，不若陪我一个好了。”说完，不待我开口说话，便指着吴洪才道：“不如把你家老三过继给我当儿子，咱们两家亲上加亲，你看如何？”孙老大自然是爱自己的儿子的，可是这宝贝疙瘩从小就脾气不好，这么多年他也有些心累。如今儿子算是废了，不管是为了他自己，还是为了儿子的以后，他都得早做打算。孙老大算盘打得很好，周围人都被他的无耻给震惊了。我没有说话，转头看向吴洪才，看他如何选择。吴洪才向来处变不惊的脸上一片苍白，他再如何聪慧，也不过是个才不满8岁的孩童，遇到这样的事情怎能不慌乱？面对孙老大的打量，他几乎要吓得昏过去。大姐刚刚废了孙家的儿子，他过继过去，能有什么好日子过吗？然而转头看见我似笑非笑的神色，似乎在说：“你瞧，你所谓的血脉亲情，也不过如此。”吴洪才一咬牙，坚定道：“我跟你回去，但你要放我姐。”孙老大白捡一便宜儿子，高兴的哈哈大笑，蒲扇似的大掌拍在吴洪才身上：“行，老子督依你。”说完，竟是要直接带人走。吴洪才也没挣扎，深深看我一眼，便跟着离去。热闹的小院一瞬变得冷清，直到这时，我才发现吴小菊不见了。我并不着急，好整以暇等着她自己上门。果不其然，第二天一大早，吴小菊就带着杜子恒回来了。我听了两人的来意，并没有意外，只是惊讶于两人会选择这个时候上门。吴小菊，你知道家里发生什么事了吗？我淡淡看着她，语气冷漠。你大姐现在不知情况如何，老三的日子怕也不好过，你偏要在这个时候离开吗？吴小菊梗着脖子，不服气道：“这不就是你想要的吗？大姐走了，弟弟也被过继了，现在我也走了，你不就开心了吗？”说到这里，他似乎委屈极了，呜咽道：“爹死的时候，你明明答应他要好好照顾我们，
你不守信用。提起我那不知道死了多久的丈夫，我神情恍惚一瞬，想起了他曾经对我的好。曾经，我就是因为那一点点的好，念了一辈子，于是蹉跎了自己一辈子，呕心沥血，只为了养大几个不是我亲生的孩子。为此，我落得一身的毛病，明明只比他们大不了几岁，看起来却像真真切切的两代人。再然后，我成了没用的累赘，在灾难到来时被所有人抛弃。没有人问我想不想活，没有人想过我对这个家的付出，他们只记得我对他们的不好，只觉得我为了他们付出一切是应该的。可是凭什么呢？想到这里，我本来柔软下来的心肠重新坚硬，道：既如此，你想走就走吧，这家留不下你。吴小菊走了，我看着她欢天喜地的背影，已然能想到她以后的日子。所谓聘者为妻，奔者为妾，这样的大事，杜子恒他老娘都没有出现，已经可以看出他们家的态度。只是重来一世，我已经不想管那么多了，随他去吧。傍晚的时候，我正混在一群婆子中间唠嗑，婆母气势汹汹地朝我走来，隔着老远便开始哭诉：刘春花，你这个贱人，你男人才死了多久，你就把他2个姑娘卖了？还有洪才，那可是我儿子的独苗苗，你怎么这么恶毒啊？当初老娘就不该同意我儿子娶你，就该让你被你那爹娘打死算了。老钱婆的声音刺耳难听，我抚着耳朵有几分不耐。重生以来，我性子收敛了许多，许是如今自由的曙光就在眼前，我竟有几分忍不住了，要不要开始撒泼呢？我心中思量着，颇有几分跃跃欲试。幸而这时外面又有人来找，这才阻止了我破坏自己在大家眼中的柔弱形象。来人是孙家那边的一个小孩，远远看见我便道：春花婶子，你快来，你家三郎中邪了，中邪了！不知道这小子又在搞什么鬼。我见小孩不像是在演戏，于是施然跟上了，还未到孙家门外，远远就见里面一片鸡飞狗跳。我在来时路上已经知道了事情缘由，原是早上孙家小子心中抑郁，于是故意指使吴洪才给他打洗脸水，又故意在吴洪才面前欺负吴莲花。两人争执中，年纪较小的吴洪才被孙家小子推倒，脑袋撞在床柱上，流了一地的血。再次醒来时，竟像是换了一个人，压着孙家小子就揍得他哭爹喊娘，拉都拉不开。别人都以为他是中邪了，只有我看着吴洪才的样子，眼里闪过明悟。老三，住手！我轻声说道。说也奇怪，谁的话都不听的人，在我的话音落下后，竟然真的停了下来。他转过身，看着我的眼里满含热泪。娘，我不吃这一套，只是转身示意我们谈谈。我们避开他人，找了个偏僻的角落，两人之间气氛冷凝。过了一会儿，我率先开口：什么时候回来的？吴洪才语气艰涩。离开娘后，我们一路东行，可惜走了几百里，到处都是战争，到处都是干旱，带的粮食被吃完了。然后大姐二姐先后走了，我带着其他人又走了一段时间，最后也死了。说到这里，吴洪才言语混乱，眼神惶恐，似乎陷入了死亡时的恐惧中。都死了，所有人都死了，好饿，好难受。我没有动容，所以呢，与我何干？也许是我的回答太过出乎意料，吴洪才明显一愣。他说：娘，您不管我们了吗？我只是面无表情看着他。老三，没有任何人和该为另一个人付出的，我欠你们爹的已经还回去了。吴洪才似是想到什么，他低下头，有些颓丧。娘是还在怪我们吗？我不语，难道我不该怪他们吗？也许是被我的沉默打败，吴洪才露出苦笑。我知道娘恨我们，当初是我们做的不对，娘怨我们是应该的。我知道娘不想再见我们，以后我们也不会再打扰娘了。说到这里，吴洪才本来稚嫩的脸上露出不符合年龄的忧愁。奶奶那边我也会去说的，不会让她再去打搅您。娘，她小心翼翼看向我，您能原谅我们吗？我看着她小心翼翼的样子，似乎看到了前世丈夫刚死的时候，年幼的孩童小心翼翼看着我，说：娘，您会离开我们吗？我心中柔软，回答说不会，于是一声操劳，任劳任怨。这一次看着对方神色，微微勾起唇角，不能，老太太，我重生后再也不会当牛做马了。